要不是年龄太大的话，我还愿意干的。吃饺子就要吃酸菜馅儿的。也快这一年又过去了。没人等着走啊，我那儿多少年前，这个地方是一个海，后来地壳变迁，海底变成陆地了。这条街就是他们修的马路，我们老伴儿也参加了。丝绸路上里程碑，人人都说钢城美，铁水奔流映长空。钢化废物让人醉，钢城在跨越，钢城在腾飞，我们举杯。因为我父亲的话，就像那个旅馆里面那个顾客一样的，就是很亲近嘛，但是又感到很陌生。跟我们的沟通交流上，就是基本上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少。生活非常简朴，简朴到有点不可理喻的那种程度。经常我妈老说我爸，我说跟着你倒了一辈子血霉了，没过上个好日子。我父亲他这种工作，不仅牺牲他自己，也牺牲了我母亲，也牺牲了我那个孩子。我老三在几个月，老大也就4、5岁嘛，就是我们四个人嘛，4个人一起过来的。
还有其他地方的好多地方都抽调人员来了。我们那时候叫拿需要上哪去，拿艰苦上哪去。但我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，那是火车慢得很呢。然后我说怎么还没到？怎么还没到？我也不知道有多远呢。除了钻山洞，就是过桥。那满车皮，你听着吧，哭的喊的全都有了都。越走心里越凉，越走心里越凉。哎呀，咱们这是上哪来了？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？今天是1958年9月16号，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。冶金部决定在酒泉县城内嘉峪关下建设酒泉钢铁公司，让敬铁山献宝、叫戈壁滩变钢城的信念在人们心中升腾。从东北、华北、西北集结来的数万名建设者齐聚戈壁滩，开始大会战。秦桧资源较高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要人给人，要物有给物。这个业就需要钢铁嘛，要盖房子，要什么都需要钢铁嘛。就西北就没有，什么也没有嘛。我是在鞍钢，也是个矿山，叫大鼓山铁矿，就一横调人就把我调过来了没。我国在西北兴建第4座大型钢铁公司的喜讯传遍了神州大地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为开发祖国的大西北，为把嘉峪关建设得更美好，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。当时我是27岁，从东北工学院毕业以后，被分配到酒泉钢铁公司。我们从鞍山来的，随了父母过来的。那时候来的时候是18岁，还是小姑娘呢。年轻力壮的风华正茂，35岁。1、2、3、4、5。哎呀，到这样的地方来工作，没想象到。你说三九公司在哪面？就有个名，就在这个地方建。嘉峪关是在哪面？什么都没有。我们一下来的几万人的话，粮食、蔬菜、物资供应都紧张。年底的时候就没有菜，没有油，没有面粉。我老三在几个月，老大也就4、5岁嘛，大便都拿不下来嘛，哭得嗷嗷叫啊，牙齿还出血嘛，现在还后来得的败血症嘛。你这是啥时候来的？不是啥时候来的？那半个多钟头了。那保姆回去了吗？扑火去了，保姆家里面着火了。着火了？你说把家里面也烧着了？家里没有，坟墓不在家里面，就是地里面啊。坟墓肯定是在那个比较那个偏僻一点的山区，就是
这个皮的这个皮是不是会下来？你没管我的。不是，你不是说切这个什么吗？切肉啊。你不是要切肉吗？对呀，炒菜的肉。那我就把皮是不是要剔下来？剔不剔了？行，剔吧。那根纸你再擦一擦。行行。我父亲的话，真的是他2个礼拜回来一次，工作起来也是个工作狂。筷子别指嘛，还要跟吃呢。跟吃那个糖。他在外面给人的感觉啊，老是笑嘻嘻的。回来吧，他老训我们，可能有时候我们就躲着他。正好那会儿是我们需要大人的一种指导，但是呢，我们见不到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都是抗点。抗点。完全都是抗点。我是采矿冶金专业。我们先把情况弄好了以后，就告诉他们的采矿人员怎么干，他们实际投资按照投资再施工。我们弟子就是打造那个尖兵，就凭你的知识，判断什么情况，然后布置怎么弄。那是山上没有路啊，只有那个羊走的路，而且很陡啊。有个人也是吃粮的，山上去了，一下滚下来了，好几百米、上千米高啊！不如下来，你看看，老将什么都甩空了，山上牺牲的7万人，上百。嘉峪关有矿山，才有酒矿，有酒矿才有嘉峪关。拿来。来了。刚才打了多少？等会儿再收拾。马上要过节了，人都准备年货去了。冷的这几天没去。这个是什么？好像是毕业照吧？在东北工学院毕业的时候，全班照了个相。你们那个时候就有毕业照了？全班照了个相，这也不全。我学的是电气自动化，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落实我学的这些东西，才到这来的。大伙有个说法吗？说嘉峪关是一条马路看到头。一个公园没有猴，地上不长草，风刮石头跑。小伙子对象是找不着吧，所以到了30岁上，到了30岁上我才结婚成家。这个是你跟我姥姥照的？哎，这就那个结婚照。结婚照啊？哎，就这个。他都搞矿山的，我是在三峡嘛。你说那个接触那不是很少，不像现在的时候这么热乎。那时候很松散，教的很松散。到下边申土的时候下山了，就过来这次接触一次。他审完了以后就回去了，这也不知什么时候再下来。这个是谁？这是我妈还是我大姨？我这个年代哪有这个质地的照片啊？这不是我妈就是我大姨。老爷，
我是芳芳。嗯，你是芳芳？对呀。芳芳，你那是叫姨姥去生。对呀，我应该叫她姨姥、大姨姥。对，大姨姥都。所以她是我姥姥的姐姐呀。啊，对呀。各位同志，下午好！我现在跟大家一起学习，请大家海涵，给这个夕阳红的职工党员上堂课，给他们准备讲5个问题吧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。辽宁省北溪港的公司，从本港支援旧港，每场北漂成了西漂了。啊？干啥？那不是录像吗？他还不算第一批，第一批没了，第一批是成立老年公寓就来的，那个时候是到街上敲锣打鼓去欢迎来的。我们本港来的这些人嘛，现在除了调回去的不算，凡是从本港调到旧港的，一个没有了，就剩我一个。我在东北本港一直教的是成人教育，来了以后搞了一个文科班。哎呦，我一开课，门口都住的是人们，这6、70人。当时越到艰苦的地方，越光荣嘛。所以到这个艰苦的地方来，没怨言，没二话。这是我们老头自己做的，这是第一个家具。还给我写上名字，这是我的九岗卫校的毕业证书，就是医院招聘护士，这5个班，我学的助产。我上卫校，他上他公安，他保卫处也办个学习班，他上我们家第一次，他不爱说话，软绵绵的都，见人多了他就没话了。这小伙子穿上公安服是挺帅的，我那些妹妹都看中了。那时候小，妹妹小，我大嘛。他说：“哎，这姐夫好看，1米7那个儿吧，是脸圆圆的。那时候我数大辫儿，那辫儿在哪？在屁股蛋的下边儿。就这么的，他看上我这个大辫儿了，我看上他。”那贝壳都是啊，贝壳那干贝那个扇贝，还有那个花螺啊，就是那个还有那个海虾都给拿过来。还缺啥？我得把牛肉晚上给它卤上。其中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有一张照片，照片当中是一个孩子我回家了。那纸血迹在手里。祁连雪凤，映蝶翠，人人都说钢厂美。超常发展抓机遇，西北明珠放光辉。
有4斤没有？5块钱有。你要那块行不行？哎，就你那个，最多不超过4斤多吧？那你是要这个？别的它不太重，这种年夜饭那个啥是注重。以前你基本你就注重，它没啥东西，岁数慢慢大了，可能他对这个东西，可能就稍讲究起来了。你看这个，这是我准备过年的红包，每个红包就这么多钱，1000块钱，准备过年的。现在你看，我享受的是副地级待遇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月1万多块钱呢，生活这么好，家庭子女都在一块，你说还能不开心吗？我们这基本上就是这个习俗，年的话都是腊月27了、28了就要上墓地上去扫墓啊。就我妈不在了嘛，她2012年就去世了。小西红柿吃不吃？小西红柿吃不吃？小西红柿吃不吃？啊，不吃了。那你就出来吧。那里面那么滑，你就出来吧。这会儿太阳已经出来了，地也是热了，不会太滑。你出来吧，出来站在外边。老伴儿，再见。那些个甜言蜜语当时是没有的，俺说啥？我觉得你还可以，人长得也不算丑，文化程度还比较高。他是中专，我是5年大学。走吧。走吧。哦，这是我的毕业证。这个是你们的结婚证。那不是秦东吗？这是黑龙江发的。看我妈那会儿多漂亮。哦，那时候，这在哪呢？这毕业证书。对呀。这个是照片没有了，你把它照下来。没有了，这是唯独一张。放大点，哎，对对对。这时候那还年轻呢，20岁。啊，这里有不少去世的。在这儿又看着我妈了，你说？这是妇产科。我女儿是62年
下午4点半在这生的。第一次当妈妈的时候，正上班呢，在班上呢，就在那妇产科工作嘛，那可不就自己走了。我不用扶，不用扶就走上产场一会儿。嘉峪关市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。今天是1970年9月30日，铁水映红了九钢人的笑脸。建厂12年，长期亏损的九钢，终于盼来了出铁会战的机遇。九钢3万名职工和02部队驻嘉峪关部队数万名建设者，经过4个月昼夜苦战，终于在9月30日采用原矿入炉简易投产，于凌晨1点40分顺利地炼出了第一炉铁水。他都搞矿山的，我是在三峡嘛，孩子我的下班的时候，那大孩到那个幼儿园把小孩接回去。下雨的时候开不开门就在外边叫着。现在想想当时怎么过来的，我觉得很难的事。我妈特别活泼，爱好特别广泛，经常就是说给我们讲故事呀、唱歌呀，说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啊什么的。她比较开朗。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发饰好像就是梳2条大辫子，那个年代的人好像都是那样的大辫子，她的头发也特别长。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大概是上班太忙了还是什么，就把头发剪短了一些吧。你吃啥呢？啊？吃啥呢？有吃的吗？我爸比较辛苦一些，每天去了要从幼儿园里面把我们3个接上回来。那个时候得劈柴、挑水、点炉子呀。像我们家住的这片地方，以前就全部都是戈壁滩。老人还说是不让走远，因为有狼。现在想起来都，哎。第一次当妈妈的时候，是挺高兴的。小女孩可好了，长得又漂亮，完了老头也高兴。那时候小衣服买不着啊，都是自己买布做，那都是蓝布，就做呗。裁好了，有人裁好，我就给捏到一起去。我女儿小时候，啥传染病她都能得上，麻疹差点把她命丧了。麻疹好了以后，她就得了小儿麻痹。这是从东北带来的生活习惯，吃饺子就要吃酸菜馅儿的。人家吃肉喝酒，我们就吃酸菜当米饭。我上班，助产士少，一到30晚上就值班吧。完了就没在家跟孩子过个年。一说想妈妈，那爸爸就吓唬他，
老虎来了，就说老虎来了。我妈那时候一年四季都在倒班，干了一辈子职工医院的那个工作，根本都没有节假日。一样的，我2个掺在一起喝，一样的喝一点点，少多点。完事。有点花生吃。他今年93了吧？你看那些人都一个都走路都走不成，说话也不行了，现在都是病号了。咱那批来的好多嘛。我们这批来100人呢，现在死的走的现在不多了，但是还都来了。那人家山上死人了，那不知道死了多少，有的掉到牛井里面去的，有的那个车压坏的，还有轰炮眼睛崩瞎的，胳膊崩断的，所以这一辈子就空手打交道。我们过去啥都没有，还风大得很。再倒点吧。那再倒一点。今天高兴嘛，多喝一点。这也是命里注定的，因为你学了这个专业，就是干这本行嘛。啊，能改吧？干了。像我父亲那时候遭那个罪啊，他动了3次手术，那个屁股啊，波棱盖儿，那肌肉都萎缩了，把那死肉取出来。最后那个下山的时候都是拄着拐杖下来的。在外面给那个感觉啊，老是笑嘻嘻的，他骨子里面有个那个倔劲儿。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父亲这种情况，心里面也挺难受的。他呢就性格倔，但是他就是一个认真人，这工作确实认真。1985年12月2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新闻摘要：西北地区首座钢铁联合企业结束有铁无钢历史，9钢炼钢工程正式投产。12月24日，酒泉钢铁公司新建的炼钢转炉系统炼出了第1炉钢水。至此，9钢结束了它建设27年来有铁无钢的历史，使我国的西北有了第1座钢铁联合企业。那些从净铁山上源源不断运下来的矿石，最终锻造成钢材。青山不老啊，人已老，愿献青春换宝藏，就是宝藏就是抗石嘛。等我退休以后，才把我原来这搞文艺这个水平才显露出来。
哎呀，教他的。这个是在澳门找，在澳门做的金莲花艺术大赛金奖照的。折叠椅子，老头儿50多岁时候做的，到现在弄得还挺带劲儿的还。这个圆凳是80几年做的，这调回嘉峪关了以后他做的。这个是这个炊事班毕业的证书，你看，结业证书嘛。我退下来以后，老年大学的烹饪班。没有糊，是它粘上。蒸完以后还没糊，烧得黑黑的还没糊，能吃。就喜欢石头。98年退休以后，就有了时间了。我们一起捡，他也去捡去，一起在戈壁滩上一趟捡来了。他捡着好的了，过来了，跑过来了，让我看，像不像啥？哎，我捡着好的了，哎，去让他去看。枫树，老太太也起名，我也给她起，她起的多，因为她喜欢是每块石头，还做一首诗，哎呀，做100多，我这整个的那石头最有座子的500多块，那都是她做的诗。这是她用的那个轮椅。哎呀，到老了你就有体会了。少年夫妻老来伴儿，这个老来有伴儿，这是最幸福的。没事，有问你啥事你别害怕。我问你，来这儿住多少年了？20年了。你多少？20年。20年，20年还没有这儿呢。这07年成立的。我盖的，我不知道吗？86年，30多年了，32年了。他说的，老年公寓他盖的，嘉峪关也是你盖的。这嘉峪关就是我盖的，就是这那。那他也没有20年。这是萝卜。冬瓜。哎呀，那拿抹布过来一下。啥意思？这咋把这个老古董都翻出来了？这个箱子是天津买的吗？后边还有，出生6个月，生母产后风死了，这为了我活命，就把我卖了。这个箱子是我继承来的，这是我老妈的。
遗像是我自己做的，这衬衣套到里面了，到时候我走以后，他不用现套。让我母亲走了以后，我们俩做的都过去做了。以前和老伴儿是各包各的，都是用这粉包皮儿。老伴儿走以后，把他那个打理完了，最后剩我一个人了，我琢磨琢磨装这里吧。这个是郑氏夫人，这是59年国庆节。这个应该说是我第一恋人。这边画至少有10年了吧。我母亲那时候挺喜欢养花。因为我母亲啊，她的性格比较内向一些。其实她比我父亲啊还差个7岁，但是她就过早去世了。她做事情呢就是非常认真。她的这个一个是她的描图，那是在整个社区院里面再找不着第二个。他可能工作上是一个强者，但是生活当中他不是一个强者。比如像有些事情，我能抻头我就抻头了。我父亲他1个月总共才回来2次嘛，他这种工作决定了不仅牺牲他自己，也牺牲了我母亲，也牺牲了我们那个孩子。爷爷，这个铁矿它属于含量高的还是？这个不是太高的，30%几吧，35、6的样子含铁量。你咋看出来的？一看就看出来，我在山上经常看石头，不知道。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这是地窝子。58年来的时候，这里没地方住啊，就是挖地窝子。小心啊！这个地方。你先把手松开，先下。你先下。你看，还有火的，看点着火没有？58年这里没地方住啊，怎么办呢？挖地窝子，就是人就钻到里面睡觉。这是什么用的，知道吧？量身高的。量身高，你说了一半。它是测量的标杆儿。太爷说这也是地质队用的。测量的。测量的标杆。那时候我们也有个水壶啊，到野外去的话，人家给我们一个水壶。现在的水壶有些还仿这个样子。这差不多跟这个。应该把草帽放下。好了。可以换帽子，好了，好了。人嘛，不可能是完美的。感情需要的照料方面，我爷爷确实做的不够，包括对我奶奶，后来我奶奶有点怨他，可能也是这方面的原因。好，他在这方面弱一点，他在其他方面的专注力，比如他在工作上的专注力，他就强一点。他那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，才能创造出很多就是他工作上的最后工作上的成就。终年不化的积雪，能把热血凝成寒冰。记住缠着骆驼刺的嬷嬷，支撑着度过疲惫的白昼和暗夜的人们。我这一辈子就跟现在靠上去了，就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。去找矿石，去找煤层，去找自己庄严的位置和一个有价值的人生。从55年做教育工作，一直接下来，中学考教师，这是我的30年的护龄，还拿出来吗？这是在卫生局发的。从东北工学院来了以后，教高行政，我对组织部长提出来，我说我要搞专业去，
什么是你专业？当地需要就是你专业。就这样，搞起了行政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就没有接触专业。而嘉峪关呐，从此不仅有驼铃，有雄关若铁，有了纵横的街道、书肆、电影。这条街就是18大队，那他们修的马路，那我们老伴儿也参加了18大队，整个那个战士都开始。我劝嘉峪关记住那些飘远了的传说，记住戈壁上长出了新鲜的色素。我印的时候，走到戈壁滩，一边走一边打打闹闹，疯疯癫癫的就跑回来了。那时候也不觉得累，也没有正经路，都是戈壁滩。踢了秃噜跑的还挺热闹还。感谢那些平凡的生命，凝结在戈壁滩上，铸造出一座富饶的城。以上是诗朗诵，摘自《人民日报》。今天是1991年2月3号。这是嘉峪关广播站最后一次播音，新的嘉峪关无线广播电台即将开始广播，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